民数记14章24节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每天一句，让圣经读得懂、想得通、行得动。民数记13到14章记载以色列人到迦南边界的时候呢，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。那10个探子回来都带着恐惧和灰心的报告哈。那全体百姓也陷入了抱怨和叛逆当中，甚至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。那在这样子一片怀疑和恐慌当中呢，神就特别提到其中的一个探子，就是迦勒哈，指出他跟众人的心是不一样的。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这是一种对比。那前面的群体都在抱怨，在恐慌中间，甚至想另立首领回埃及哈，但神却说唯独我的仆人。在混乱的人中，神看见迦勒，称他为我的仆人。很多人都是被环境牵着走哈，但是迦勒是把自己放到神的手中。我们今天也很容易被环境、被群体的情绪带动。工作环境中，一旦有人焦虑，别人就焦虑。那在社群媒体更是这样子哈，互相都是在比较，然后常常都觉得很卷，家庭呢压力也很大。这些都会塑造我们的判断。但是在神的眼里边，信仰从来不是在群体中间的一个平均值，而是每一个人的心，我们跟的是谁。很多时候神的故事是唯独一个人而开始的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。这些探子们他们所看到的环境没有什么不同哈，探子看到的那个土地、巨人、城墙，然后那10个探子呢，就是说我们像蚂蚱，就看自己很渺小哈。但迦勒却说我们足能得胜。那迦勒有没有看到这些巨人、土地？他当然看到了，但是他是用神的应许来回应和解读这些困难。专一跟从我，在希伯来文中间是完全的，是一种满满的跟随哈，好像一个人全部的身体都朝着同一个方向。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想要跟随神，但是我们的心和身体是分裂的哈，我们一半相信，一半又害怕又不信。所以迦勒告诉我们，他的信心是在压力当中，他的心是朝向神的。那神的回应就是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神的回应很具体哈，当时的群体的不幸让整代人都失去了进迦南的机会，但神却记得迦勒这一次信心的脚步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在当下看起来是愚蠢的，是不被人理解的，甚至也没有什么结果的，但神会保存我们每一件小事情上的顺服哈。更奇妙的就是祝福不只是在迦勒身上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所以一个人的信心会影响到未来的世代。我们很多父母、很多领袖、很多弟兄姐妹今天做的一个选择哈，其实正在为下一代铺路，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们可能看见的只是当下的决定，但神却看到一条延伸到未来的道路。其实整本圣经都在描述这2种心哈，就是不信的心和信靠的心。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是不信而倒闭，但神却保守这一群专一跟从的人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完全顺服、专一跟从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走完信心之路，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和顺服跟随。我以前很喜欢爬山哈，我知道在爬山中最累、最危险的时候，其实往往不是山有多陡峭，或者是甚至遇到不好的天气，而是队伍里边呢，有人开始抱怨或者传递恐惧。只要有一个人说我走不动了，我想往下走了，然后你会看见整个队伍就会分散哈，甚至失去力量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稳定的
继续往前走，我们鼓励大家一步一步的走，那整队人都可以重新站稳，慢慢的前行。其实很多时候信心就是这样子哈，只要有一颗稳定的心，就可以改变整个群体的方向。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人群的声音可以很少，但是神却在寻找那一颗专一的心。环境会放大我们的恐惧，但神的应许呢，就会放大我们的勇气。其实很多时候人只是一个关键的选择，就是我们要用恐惧来解读我们面前的道路呢，还是用神的应许来解读我们的未来的道路。世界可能看见的是巨人，神却只看见的是跟随他的人。让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，主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嘉乐的心，在这个纷杂的世界，我们有专一信靠跟随你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直到永永远远。愿主借着今天的读经和祷告耕耘我们的心灵，